普的变数让中国跟印度又要手牵手了吗？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知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龙象大战。非常精彩的最新进度哦！我们看到这龙象大战，大家讲说这两个非常古老的文明古国啊，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中国不断的经济崛起，印度呢是在最近这几年搭着美国要踩下中国的风。现在你可以感觉好像那只大象走路有风。好，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在印太战略这样一个大帽子底下，可以说顺风顺水。然后呢，再加上在俄乌大战当中，他当那个洗产地的高手啊，又赚得盆满钵满。那你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印度好像一切都很顺利。重点变数来啦，就是那个很重要的转折现在出现了。什么呢？当初呢，把这个印度捧到今天这个高位的那位老大，他要下台了，拜登先生。所以呢，如果说当初把你捧起来的那位，他要离开白宫了，那你现在被捧起来那个位置，接下来那只手要继续撑住你吗？这是一个大问号。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印度呢，现在站在这么样高位的那位老大，他最近遭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啊？最近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国际场合，像 G20， 像 APEC， 然后 APEC 特别要告诉大家，有一张好有意思的照片。以前呢，每一年的 APEC 你就看到了所有的这个出席的领袖们，大家排站，然后穿上当地的一个传统服饰啊，来一张大合照。这张大合照你去看。历年每一届的看出来很有意思，除了看他们这些这个非常平常严肃穿西装打领带的领袖们穿上一个很好笑的草帽啊、花衬衫啊、这个各种长衫啊，你就笑他，但是其实他们谁站在哪个位置才是重点，那个是外交的心理战。好，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次，在过去几届当中啊，你就看到那个照片啊，通常主办国当然站中间没有错，但是它的两边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一般来讲它是按照国家的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但是每个国家都有私心，他当然就会把那个我最想要奉承的，我觉得他最重要的那个国家的领袖放在我旁边。所以呢，你去看历届的照片，常常啊，主办国站中间，但是呢，右边雷打不动都会是美国总统。这一次你去看那张照片。右边是谁？习近平主席啊！所以呢，你看这一次呢，在秘鲁办然后右边站的是习近平主席，左边站了谁？不是美国总统不是拜登这个来最后一次的，不是他，是香港特首。这个秘鲁我们看到他这个领袖两边站的都是中国代表，你就觉得太妙了。那大家就开始找那张照片大，对不对？好，然后所有的领袖排站，很多人很多小头啊，你就找拜登第一排没有，第二排没有。第三排还是没有，第四排怎么在最上面？就想说，什么时候拜登被排到那个边边角角？如果你今天是报社的主编，这张照片你觉得太大了，然后我想要把它给裁掉边边，不好意思，拜登被裁掉啦，他就在那个旁边，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是很丢脸啊。然后呢，这张照片在旁边就算了，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它根本消失，因为大家合照，所有领袖大家站在一起合照，耶，我们来照相。他还没到，没人想等他，他就没有照到那张合照，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拜登，你也有今天呐，这个过去是不得了啊，人家讲说你这个说一就是一啊，说二就是二啊，这个我说第一，你不敢说第二啊。好，这拜登老大现在要再见了之后呢，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你就看到啦，这个拜登先生现在惨啦。好，那当然在这个 APEC 当中啊，感觉好像没什么面子之后。于是乎，你就看到了他生气了。他说：“你们不敬我，还是个美国在位的领袖，你们现在眼里只有川普，是不是？没有关系，我还是总统，我还是能做一些决定。”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他居然呢就批准了，让乌克兰可以拿着美国的长程导弹，他去做长程攻击。过去呢，我给你武器但是他警告乌克兰泽伦斯基，你不准给我用长距离的，你不能给我打到俄罗斯本土嘛。但是呢，现在你们既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反正我也要卸任了，我就
管你的，所以呢，他就这个开绿灯哦，你就打。你就打，然后这个泽伦斯基两个是疯的嘛哈，这泽伦斯基也觉得接下来川普先生可能不会再给他继续的军援了，所以很可能这一次呢，我就打你哦，他喜剧明星哦，我这没有想很多，没有念很多书哦，好，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呢，这个美国呢已经开绿灯，拜登啊，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搏了。好，那这个。不知道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说，万一乌克兰真的疯了，我这一颗长城飞弹，我给你砸到你的俄罗斯本土去，等一下，世界大战不知道。好，那如果真的世界大战，川普要怎么搞定？不晓得，说明他一通电话又搞定，不知道。好，但是呢，我们回归正题哦，来讲这个拜登最近呢，你看他都已经快要离开白宫，所以最后来了一些这个出大绝招哦，会造成什么样的后续影响不晓得，但对印度来讲的影响就是。印度它的靠山不见了，那个呢，把印度奉为上宾，觉得你是我在对抗中国非常重要枢纽关键的那个人。好，现在呢要离开白宫了，于是乎呢，现在的印度呢。你就觉得很妙哦。最近印度做了很多事情哈，我们上一期的这个影片当中也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他跟中国和谈了嘛。边境的争议，他们现在边境的巡逻协议就已经定下来。那这个巡逻协议呢，就是两国其实从2020年的一个边境的冲突开始啊，当然就有非常多的一些联系都中断的。那现在呢，这个协议一定之后呢，恢复到2020年那个时候的状况了哦，那一些的沟通都要恢复，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为什么？那你现在呢，一些蛛丝马迹跟你看最近莫迪在做什么事情，你大概可以拼凑出那个拼图。今天我们就来带你拼凑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拜登哦，感觉好像就是失势了，大家不把它放在眼里，这是一个大前提。大前提就是我印度靠山不见了，所以现在呢，他要好好的再重新审视一下现在的情势。你看到了，在 APEC 这个非常重要国际场合当中，秘鲁主办的南美洲国家、南方国家，他把谁奉为上宾？中国，而且非常明显，左右两边左右护法都是中国人。那印度在干嘛？印度也在后头，所以呢，印度就心里想，我也是金砖国家的发起国啊，中国也是啊，那为什么南方国家现在只听中国的嘞？那我是谁呢？那这个时候你又要回到最源头，南方国家这个金砖国家的峰会又是怎么成立的？那个时候不就是觉得西方国家就是制定很多以美国为首，觉得西方国家的规则吗？那南方国家这个金砖组织呢，金砖国家的峰会就是想要让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选择，他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美国说了算，不是一言堂。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这些开发中国家亦或是没有你们那样先进，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经济体，我们也可以慢慢成长发展。我们不要什么都听你的，这是最早的想法。印度本来在这样的想法当中，但是曾几何时的印度，现在呢被美国手牵手之后，就以为自己是西方国家高高在上、好棒的那些耶。但是当拜登走了之后，他突然间想说，我好像还是南方国家所以呢，现在他回头来一看，发现南方国家怎么好像被中国经营得很好，已经视中国为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他回头了。我们来看莫迪最近去了哪里？他去了尼日。尼日呢是非洲国家，那这个非洲国家呢，它现在跟中国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它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从中国进口，当然印度也跟他做很多的生意哦。好，那尼日这个国家它也有它的一个这个环境背景，它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一个经济往来，但现在的这个领袖啊，他觉得不能这么依赖中国，所以就跟印度一拍即合。印度来了，莫迪跟他说你不要完全依赖中国，我也可以，我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我也可以帮你的。所以呢，现在看到了这个印度的莫迪就跟尼日呢，两个人呢就相谈甚欢了。他们说以后要有更密切的一个合作。莫迪从这里开始啊，慢慢的要把他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希望可以找回来。没有那么快，但是至少他有开始才有进步嘛，所以你就看到莫迪慢慢开始要做这些事情了。你看他之前，我们从金砖国家的峰会，本来以为他不去，他又去了嘛。大家以为你不是不屑我们吗？你不是已经去跟美国在一起了吗？那我们金砖国家你还看在眼里吗？现在他回来喽，感觉好像慢慢回来。你看从跟中国和解，从去见了尼日，然后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似乎要回到这个南方国家的这个圈朋友圈当中了。他还是要在这里
以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同时呢，这个莫迪在这个带领着印度过去一段时间，你看到拜登主政的时期，这个拜登印太战略嘛，然后中国+1嘛。要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民主阵线联盟大家要把这个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把这个供应链移出中国，你可以继续在中国，但请你+1。好，那这个+1呢，当然印度可以说是那个最受惠的国家了它甚至呢还从很多国家当中这个得到很多的优惠，比如说这个伊朗也被制裁了。这个莫迪很有意思，印度不管谁被制裁，他都是那个受惠者。你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还好妙，对不对？俄罗斯被制裁了，油不能卖，然后从印度洗个产地，他要赚钱。而现在伊朗被制裁了，地毯不能卖。这个伊朗的波斯地毯很重要那个阿拉丁都坐在上头飞好，那现在呢，这个不能卖，还不能卖怎么办呢？印度也会做地毯。印度那个弄蛇人也是在地毯上面吹笛子，蛇会飞起来耶。好，那现在呢，印度就把这个市场给吃掉了，所以呢，他也是割了这个伊朗的韭菜。现在地毯几乎都是印度人做的了那另外呢，你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呢，也把他们的产线挪到印度。我说不能再去中国嘛，那我到印度。像德国呢，也把他们的车的产线一些工厂移到了印度嘛。那现在呢，这个印度说德国说，他们目前呢的这个投资的比例，投资在中国如果是100%的话，那投资在印度20%这样的5:1的一个比例。他说慢慢的要让它稍微平衡一点，它增加对印度的投资所以你看到这个莫迪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其实拿到很多的所谓的从中国移出的红利了好，那再来呢，你说好，我抢了很多中国的订单，抢了很多中国的生意。你要付出代价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公平，你得到了些什么，你就要付出些什么代价。好，那印度得到了这么多的订单，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就是在走中国的老路，污染。好，我们看到最近一个这个11月18号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他们测出了一个数字，你不敢相信的这个你去看每个国家他们自己都会有空气污染的一个指标，那这个指标呢，它是一个数字的那这个数字呢，你去看，你看这个当地的环保单位像台湾我们的这个数字呢，好，它通常都会告诉你说今天好这个52，好，今天这个100100，它马上就是这个新闻会告诉你现在很紧张空气污染空气指标，你这空气清净剂给我打开好，那个标准是这样的1到50的空气很 OK， 好，50到100呢你如果很敏感，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空气就没有太好。好，但是呢，101以上那个空气不好了，它就会开始有警告了。好，这个黄灯警告红灯警告好，然后呢，最严重就是如果到200到300的话那已经建议你尽量老人家不要出门然后呢，这个300到400的话，那已经是会危及这个很严重他会建议大家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马德里测到多少？马德里测到了1743 1743那个很危险的101，这是17倍，你都不敢置信说这怎样？这个新德里是毒气室吗？你这个出门呼吸到空气窒息吗？你知道当天好多人眼睛痛，因为空气实在太脏了，眼睛痛，然后呢说那呼吸困难，有的说呢这个伸手不见五指，因为都是雾霾，然后呢各种的你会觉得很难想象的一个状况在印度发生。那其实呢，印度空气污染不是第一天啦，但是测出这么恐怖的1743的数字这是破天荒头一次。但是我想应该还会有更高，因为呢，现在印度不是一直要抢中国世界工厂吗？那你要抢世界工厂，你要付出代价呀，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业的污染你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废气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天气状况，可能就是会产生雾霾。那甚至呢，当地农业他们是用火烧的方式这也都是会造成非常大的空气污染。所以呢，这就是很像当年的北京的雾霾的状况，这就是你要工业进展你要付出的代价了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中印谈和解，我们回头来讲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莫迪他在做很多事情，大家可以理解他背后的一个脉络。那莫迪呢之所以跟中国和解我们就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背景。这背景就是他的大选当中失利啦。本来呢这个莫迪的大选，我们以为他可以这个高票当选，不是觉得他好棒吗？大家是印度人喜欢他，后来发现没有印度人没有很喜欢他印度人觉得说我这个失业我工作机会都没啦，那我干嘛要喜欢你所以他票投得很差，他是低空飞过的当总理好，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它跟中国啊这个关系不好，它靠向了美国这个西方阵营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因为过去中国投资大量的工厂在印度，所以在印度创造很多工作机会。好，那现在呢，这个印度不是跟中国切八段吗？所以呢，很多的东西不让你投资了，很多的厂呢，这个印度不是到处找麻烦吗？给你查税啊。查小米税啊，华为你又怎样了呀？这个你通通都出去，抖音不给你用啊，各种。好，那于是呢，那中国人就觉得你。那你既然对我这么不友善，我就不投资你啊，所以就很多工作机会没有了。好，这些呢都成为了让莫迪呢失去很多选票很重要因素。现在他把通找回来，再加上呢，最近啊，我们看到大约是在7月底8月份的时候，看到印度他们自己的财政部公布了一份经济报告。这经济报告很值得大家听一听。经济报告怎么写？经济报告说。现在全世界有一个风潮叫做这个China 加一，我要这个有中国的供应链，但我要加一，那就是 UB 的哈，这个预备的。好，那加一会什么？印度说呢，他希望可以得到中国加一的红利。他说他希望可以把中国加一变成中国加 China 加 India， 你不要再写一，因为一有的人会觉得是越南啊，对不对？可能是菲律宾啊，或者是印尼啊，或者是印度，大家会觉得这些国家可以挑。但是他说不，我就要让大家成为是 China 加 India， 那个一就是我们 India。好，他说要怎么做呢？他说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是，就让印度成为中国的供应链，让印度融入中国的供应链，于是我就可以得到那个红利。另外一个就是呢，他说，那我要接受，我要鼓励中国来投资印度哦。那他说就觉得很怪，你们之前才把人家通赶走，你现在又要鼓励中国来投资印度，到底为什么？而且呢，这不仅仅是这个印度的财政部公布的报告啊，它就是鼓励中国投资，或者是你要融入中国供应链。另外，你看他们的媒体的风向、舆论在转变。过去呢，他的媒体，印度的媒体一天到晚就骂中国人怎么样，对不对？各种。好，那现在不是哦，他们写了好大的一篇这个专文，是一个在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评论家。那这个评论家呢，写了一篇专文，它的标题其实很好的诠释它内容。它标题叫做“与战狼共舞”。战狼是谁呀？不就是中国嘛？所以呢，你看他们连知名的评论家都在带风向，说，你其实不应该跟中国作对，你应该要与战狼共舞。这就是最大的讽刺。今天我们的影片就要结在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结论哈，那就是呢，印度现在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舆论风向、他们的政府的一个政策导向到。我们要成为中国的替代品，我们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我们要在西方国家心中成为接下来那个冉冉上升的东方力量。我们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所以首先我们要依赖中国。你就想说，至于在讲什么？讲疯了吗？不，这就是印度他们财政部在讲的话。中国最近在11月份公布了他们在这个1到10月份的一个出口数字。中国呢，其实他们的出口很重要，是这个推动经济很重要的3驾马车之一，就是出口嘛，还有他们的内需啊、消费跟投资。好，那现在在出口的数字，你觉得中美贸易战啊，各种被抵制啊，应该很糟吧？不，创下历史新高。那你就很好奇啊，中国到处被抵制，但它的出口创历史新高，这就妙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印度最妙的地方了。所有人被抵制了，这个开心的都是印度。大家说我不跟中国买，我跟印度买。好，那印度要做东西去卖，对不对？那印度的原料跟谁买？跟中国买。那印度呢，一些零组件跟谁买？跟中国买。所以你就觉得，那怎么回事呢？所以呢，其实你没有跟中国买，你跟印度买，但其实是所有中国的零组件啊、原料到了印度来之后，它组装了或重新制作了之后再卖给别人。最终还是中国的，所以呢，中国的出口就大量出口到印度了。所以呢，印度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印度才会突然想说，那我如果要取代中国，首先我要先依赖中国，因为如果他来投资我的话，就在我这个地方设工厂，那我的原料我是不是就不用再从中国运过来？我就在这个地方直接中国就有技术嘛，我可能就在印度可以生产原料等等嘛。所以呢，他们要成为中国的替代品，首先要依靠中国。这件事情非常荒谬，但现在就是事实了。所以呢，印度在过去是依赖中国的，那未来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是啊。那你要依赖中国的技术到什么时候，让印度自己的技术成长茁壮到可以取代中国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哦。好，那么这是近来我们看到这个印度突然间对中国的态度批变，其实背后的因素就在这里。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